天的国庆大会有2位前总统出席，包括了陈水扁，包括了蔡英文。而马英九前总统拒绝出席，他说因为他看不惯这个赖清德总统的新两国论。我们来看看。 前总统陈水扁第一个抵达会场，手持拐杖、白衬衫、绿领带，这也是他卸任后首度参加国庆大典。另一位同样也是卸任后首度来的，就是前总统蔡英文。点菜两人边看表演边聊天，蔡英文笑得开心，互动佳。大会主席韩国瑜致辞时也特别提了一下，前总统陈水扁总统。 前总统蔡英文总统，而国民党的前总统马英九去年因为主视觉没有中华民国的感觉，拒绝出席。原本还以为由韩国瑜主导应该会来，但马英九临时决定不来了，全因为赖总统的祖国论让他很不满。我身为中华民国前总统，本来应该出席总统府前举行的国庆大典，但是我今天决定不去参加，因为赖清德总统主张。 这个新两国论，追求台独路线，严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在这种国庆的时候，大家都是欢喜的。我想应该不需要这种用不中性的词汇来这个抵消国庆的喜悦。朝野在预算上以剑拔弩张，赖总统一番祖国论，恐怕让双方关系更紧张。 好，你看到2位前总统陈水扁跟蔡英文2个人比邻而坐而且互动热络大部分是这个陈水扁在讲我看到的画面是这样啦那我们的这个前总统马英九不满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他是临时本来说要去，后来临时拒绝出席。来，费老觉得应该拒绝吗？还是？我无法评论应不应该去但是事实上他就没去嘛但是我是觉得3位前总统如果都去，那就代表很和谐，也可以影响到他们后面的政党。但是没去就代表不和谐吧，对吧？但当然3位前总统去不去，其实对国家的影响已经没有那么重要。重要就是看我们现在的总统赖清德赖总统他讲了些什么刚才大家讲的比大家想象的要好，感觉上相对的四平八稳这里面有没有美国的角色？这个在野党都说有美国的角色之外，还有是美国的脸色，美国是用什么脸色去扮演这个角色？对吧？那当然，今年的国庆是我们赖总统上任以后的第一次。 是，当然大家都会非常的重视，比相对于上个礼拜6，我觉得和缓的多了很多。那这里面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那很多人就在猜了，现在是美国马上11月多就要选举了，1个多月以后就要选举了选举以后，那美国当然不希望有任何他控制不了的事情。这个俄乌战争也就。 pending 在那里互相打这个炮打来打去以色列就压着以色列，你先暂时不要动。那台湾的另外一个火药库，他当然也希望台湾不要有什么动荡。但从我们赖总统所讲的话里面其实这个就我看其实海的红线，那当然就赌，那这叫红线。他现在有没有画这条红线？今天是没有了。 感觉，但是，有所谓的边缘论我现在这里，我这人斜影跨过了这个值一点点，但是并不严重所以我是觉得这里面有没有美国这个角色，我觉得当然是有今天是10月10号，在一个月多一点点就马上是美国的总统大选，不到1个月，他11月5号，那对不起，我以为是10月10几号那只有25天以后就要选举了。是，美国当然不愿意有任何他控制不了的事情，这就是美国的角色给台湾的脸色。来，向往哥，
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赖清德在这篇演说里面谈不上什么世界观，基本上面是一个，因为今年的国庆的庆典，韩国瑜是院长嘛，所以两个不管是晚会也好，或者是庆典也好，都是立法院办的嘛。对，所以其实场子里面来讲就不是这么的绿，所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认为赖清德知道今天在底下听他讲话，或者当天国庆晚会坐在现场的是什么人。今年是蓝银桥侨胞，大概这几年来呢，第一次又开始很热情的回来。好，所以呢，面对讲话的群众，说那个调子呢做某种的调整，这个呢大概是能理解的。可是我一直提醒，就是说，台湾人不需要去跟着总统一年的三大稿的讲话，然后起落的，看一些比较长远的问题。今年是2024年，我为什么替台湾担心？不只是因为我生活在台湾。而是因为10年前2014年的时候，今天地球上面所有的动乱都跟10年前有关。10年前发生几件事情，今天呢，乌克兰的政变是2014年。中东呢，中东的颜色革命的最高潮是2014年，不管你看到的也门战争啊，那个叙利亚的内战啊，或者是利比亚的战争，或者是呢巴勒斯坦的这个呢这分裂，都是2014年。香港现在基本上已经翻篇了。2019年你只看到呢就是说反修例、反送中运动，可是香港的战中运动是2014年，同一年是太阳花革命。这4件事情在2014年是4件地缘政治当中来讲值得是记录的事情，背后呢都有美国强大的力量，那些呢宣传力量在推动，其他的3个都已经翻了。你认为台湾在太阳花10年之后呢？这个呢，无争呢是太阳花的背景。我不是谈个人或者谈当时谁讲了什么谁做的，我说从大背景来看，10年之后，你认为台湾会不一样吗？我觉得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如果我们稍微不小心，今天呢谈日本，谈美国。王毅跟日本的新外相的对话，日本我认为他在做他最后的选择，因为日本终究要认识到一件事情，每天跟着美国谈台湾呢，不会有出息的。日本面对到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他现在仍然停留在2战的战败国的身份，并没有改变啊。美国呢，今天在德国跟日本的驻军是全世界最多的，他仍然是占领国的身份。日本做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美国的同意。日本今天的国际的政治地位呢，是旧金山合约跟安保协定的2个协定定的，这2个协定跟亚洲国家都没有关系，是你跟美国签的，所以日本到今天在亚洲仍然找不到位置。我认为石破茂呢，虽然他很弱势，可是石破茂给我感觉他有想要找日本在亚洲到底是什么位置的味道。再加上呢，王毅呢终究是个日本通。中日之间的关系呢，有没有机会改变呢？是值得呢我们去观察的事情。赖清德在之前呢在讲说呢，他绝对不签和平协议。我听到是有点感觉的，因为今天呢在地球上面的两个分裂国家都没有签和平协议啊。韩战打得死去活来，38度线一画，没有和平协议。你认为38度线这种呢，今天地球上面的最封闭的时空，野生动物到处乱跑，然后呢两边呢各自发展这么诡异的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时空，它能停留多久？台湾海峡也一样，双方面靠得这么近，但是呢彼此之间的往来限制这么多，这么变态的交流形式，你认为能维持多久？可以撑3年、5年、10年，但是你真的认为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它早晚是会发生的天翻地覆的改变的。台湾没有为这个天翻地覆的改变预做任何的准备，相反的，每天跟着政治人物的调子，你往东我往东走一走，你往西我往西走一走，那个风险呢是非常非常高的。马英九呢不参加了今天早上会议，我能理解啦。你想他今天参加了之后，他如何去解释今年初的时候，他跟习近平在马习会上面所谈的那调子，那个马习会的调子是天差地远的2个调子。两国人不管你怎么谈，不管你如何去玩弄文字游戏。这些年的时间，我觉得所有的国庆演说、元旦演说越来越像是文字游戏，一大堆的字眼概念在那换来换去的，每一次只要引起一些解读的，好像今天就混过关了。可是本质有改变吗？没有改变。我说今天大家都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里面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你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嘞？进一下广告。
今年的双十节国庆，我们看到了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从国庆晚会一直到今天早上的这个典礼，他都满面春风。某种程度啊，他之前讲的关在小黑屋里的小老头哦，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们来听听看他今天早上怎么说的。60岁以下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战火。我们也知道，在很多场合，我们没有办法高举中华民国的国旗，但是呼吁国人同胞，我们一样要有骨气，要有勇气，必须让世界知道，让年轻人知道，中华民国是存在的。大潭很多地方无法举国旗，庆筹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整合中华民国4句护身符，也没忘提国会下一步，为2300万的国民同胞打造一个官员在任期期间都必须为自己的所言所行担当所有的政治与法律的责任。公开透明的政府，唯有一个不造假、不隐瞒、不推诿的体制，才有机会在全民的检视之下，实现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韩国瑜院长他做了一个演说，那也有很多人给他热烈的掌声哦。他说，在许多场合我们没有办法高举中华民国的国旗，但是我们依旧要有骨气，要有勇气，必须让世界知道，让年轻人知道中华民国是存在的哦。现场中华民国派大家都觉得很鼓舞哦。那我刚刚也讲到了，韩国瑜当院长之后哦，其实像我们，包括我们的节目在内，都一直想要邀约他来接受访问，结果他把他的院长处女秀这个访问给了伟忠哥啊。那他接受了访问是在昨天啊，他说过去8年办得不甘不愿啊，终于中华民国的小老头的面色开始红润了哦。他讲了非常多哦，包括赖清德总统在国庆晚会上面没有唱国歌。那在这个黄埔的这个某种的这个100年活动哦，军校的100年活动也没有念国父遗嘱哦，他也有一些评论，他说赖总统的意识形态有排他性，他讲了蛮多的，哎。确实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国庆，不管晚会也好，或大典也好，其实因为有了韩国瑜，然后在这中间的一些元素不一样啊，比如说今天大概在野党的立委都去参加了。那我所比如说我去年进立法院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说不去参加，因为就是因为立法院长也是那个民进党籍，而且整个中华民国的元素也非常少。那你记不记得去年啊，其实马英九总统也拒绝参加，就是为了那个台湾 National Day。他觉得说中华民国不见了，但是马英九是因为民进党执政，他就不参加吗？没有他事实上在过去蔡英文执政的时候，他都很大方的去参加。其实他去参加某一个程度，有些这个其实比较深蓝的民众还会私底下讲啊，马英九干嘛要去啊？那这个总统也是他们的，什么这个筹备主席也是他们，干嘛要去？可是我觉得当时马英九会认为说，他作为一个前国家元首，他要参加国家庆典，所以我真的觉得，马英九总统他自己有一些他的坚持。那我觉得非常可惜的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包含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人物，好一些侧翼，就把马英九骂得好难听哦，就开始抹红啊，说他是什么国台办的什么传声筒等等哦。我觉得如果说今天赖清德在台上一直说他要团结朝野、团结政党，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你们的这个侧翼也好，有的还是政治人物哦，民意代表，然后可以这样的去羞辱这个前国家元首，我觉得这真的是要团结嘛？也许这是赖清德应该好好想一想的。那至于就这个韩国瑜他这次办，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把很多中华民国元素把它拿回来了。那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包含一些侨胞啦，还有一些在野党，其实这一次来参加这个国庆大典，踊跃度确实是高很多。来真宇，其实我
觉得大家有特别讲到说，马英九啊，为什么他突然临时变卦？我觉得其实马英九总统他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华民国派。那其实我们从国庆晚宴一直到今天的国庆大典，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中华民国派终于抬头了。就像院长说的，小老头的脸色开始红润了。但其实我觉得马英九他其实更是法治派啦。我觉得他有他一定上面宪法上的坚持，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大家记不记得在国庆晚宴的时候，他赖清德总统抛出了所谓的祖国论。当时的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就对赖清德总统的描述是挑衅程度高于蔡英文。光这一句话，我觉得赖清德以及他的执政团队，他已经嗅到了危机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刚刚我们讲了很多他文告的内容，我觉得我统整一下有4个点，4个跨世代、跨族群、跨党派，跨越了台独工作者的那道线。我觉得这是这一次他在国庆整个大会上面他表现出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所以为什么刚刚其实我蛮认同蓝轩姐特别有讲到说，国民党要特别小心了，因为赖清德现在正在收刮过去中华民国派一直想要被扬眉吐气的内容，这时候赖清德全部都把它囊括在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美方他已经说了，你的挑衅程度比蔡英文高，你必须小心。所以刚刚其实很多前辈有特别讲到说，你不要给我惹是生非。尤其现在这整个不管是美方也好，日方也好，在动荡的状态之下，你最好给我安安稳稳的。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今天的谈话里面有特别有讲到，抛开祖国论或者是新两国论的时候，今天看起来好像很和缓，但是实际上他藏了一个软刀子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我有观察到一个点，他特别讲到说一直要讲团结，对不对？但是他在文稿内容特别讲了对内竞争，对外团结。我觉得光这一句话，对内竞争这一句话，就看得出来他在两院的时候，在给两院的院长在下压力。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赖清德，我觉得他这一次的文告里面好像看似想要团结台湾，但是实质上软刀子明刀暗箭都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归一个点今天不管你的祖国论或者是新两国论，回归到一个源头，台湾的利益到底在哪里？你有没有站在台湾最大的利益以及中华民国最安全的台海利益上面来去面对，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以及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一点赖清德你真的必须要特别小心。来，发言人回应一下。有绵中什么绵中长征吗？我不觉得啦，因为如果这个曾宇说对内竞争，对外团结，我觉得这句话这个是赖清德总统说的。不，你说因为你解读说这是软刀子啊，可是我想说这不是大家都同意嘛？因为确实我们内部是有竞争没错嘛，因为民主政党嘛，选举的时候当然大家比韩国瑜说票多的赢票少输，这是竞争嘛。但对外我觉得其实所以赖清德其实我觉得最终他的内容没有那么复杂。其实我觉得其实任何的人领导者选到总统的位置，其实都希望嘛，因为你现在要带领台湾2300人往前走，所以一定是大家希望说要团结内部嘛。那当然政治立场上、路线上大家会有不同，可重点是怎么样让2300万人有一个实质更好的生活嘛。所以我觉得总统其实包含刚刚前面我们讲的两岸主权这块，他其实也花很多时间在讲，包含治水预算，包含长照啊，甚至他其实点出现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打诈就跟炒房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很清楚他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对，不过我刚刚就讲说，如果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挑战，一个就是说他的身份跟他的权责部分，我觉得现在的宪法官司还在打嘛，所以这个宪法官司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你就看不出来有真正和解的可能。包括这一次总预算这个退回的这件事情，事实上如果说你愿意的话，就是说就像是现在民进党都说，哎呀，那难不成你说要我改的，我通通都得改吗？那反过来说，那难不成你说要编列的，在野党就只能吞吗？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执政党如果愿意退一步。更何况现在是朝小野大，就当这个大部分的过半数的民意希望去改，而且你也承诺过你要尊重立法院，那这个预算如果你自己不回去编，那你要告诉大家说他真的是团结。我觉得真的是，我刚刚就特别讲了，他虽然这一次的这个国庆他谈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漂亮的外表跟形式，他是不是有实质的行动？这部分上事实上是需要经过检视的。尤其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虽然我觉得这一次他讲了非常多的中华民国，就我刚刚也特别提到，对国民党来说可能必须要去小心，但是我觉得你也必须要进一步的去看。就是赖清德讲的中华民国，他的意思跟韩国瑜的中华民国是一样的吗？
你仔细去看啊，这一次的话呢，在这个国庆典礼上面，两个人谈话呢都讲得非常的有内容，都非常的精彩，两个人非常多的重叠，你很难想象哦，两个人有很多的交集。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交集，而且呢彼此之间呢谈到说什么这个像。韩国也特别讲到，中华民国是台湾是在中华民国的保护底下，能够有60年来的繁荣。那事实上，这个赖清德也同意啊，这个823炮战啊，这个古宁头战役如何的保护了整个这块土地。所以某个时候你发现，两个人讲的似乎很像，但真正的内涵一样吗？今天当韩国瑜说中华民国、中华文化是根，你觉得赖清德会同意中华文化是根吗？如果他同意中华民国是根，中华文化是根，他就不会讲到说你的祖国不是我的祖国，什么我的祖国不是你的祖国，这个像绕口令的东西。事实上，谁的祖先不是来自于对岸？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但是问题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最诡异就是对于赖清德来说，他为了在国家这个概念上面，我们今天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等于所谓的中国这个概念，更不等同于中华文化这个概念。但是他因为讨厌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抹去了所有。就把这个所有的等号都画起来，就等于中国等于中华文化，所以通通都不要。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你某个程度来说，它就是让你现在在两岸之间，你就回过头讲马英九为什么不参加？马英九在跟习近平谈的时候，其实习近平对于马英九非常的客气，某个程度来讲，他虽然其他地方看得很霸道，他至少。在他面前，他只谈到了一个中华民族，好，用中华民族的概念，希望能够包进两岸之间。他也不希望这个时候为了两岸的关系去动干戈，他有他自己更重要的事情要顾。刚刚这个香龙也这样讲是没错。那所以某个程度来说，那如果说台湾也接受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的时候，就不要花那个时间去拘泥在，就去每天反反复复。我觉得台湾到底国力耗在这个地方，或者我们的一些精力耗在这个地方耗多久？你要反复去辩论。92共识，反复去辩论一中各表有没有各表，反复去辩论说你是我的一中是哪一个中，所以某个程度来说，如果说大家把这个中华民族的概念放在这个地方，短期之间不去处理，各自拼各自的东西，各自去健全自己的国家，去发展自己的国家，让自己国家更壮大，这不是一个方法吗？对。但很显然的，这个赖清德看起来，你觉得他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虽然看起来今天有了一个中华民国的壳，他话讲到了，然后他愿意把它看起来收纳来了，有点像去收割了，但是内容一不一样，实质一不一样。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认为真心诚意的台湾团结不见得会达到。好，我们进一下广告。